先来看一段火箭发射的画面，仔细点看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些异样呢？如果你已经注意到了，就请把你的发现打在弹幕上。这是一枚宇宙生5号运载火箭，这段画面中间至少暴露了2点与众不同的地方，一个就是火箭尾部喷出来的火焰是明显偏左的，另一个是这枚火箭除了星际以外还带有助推器。但是我们却只能在它的左侧找到1枚助推，另一侧呢则空空如也，这不是很奇怪吗？明显就是一个不平衡的构造，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再来进一步看看，这是维基百科上介绍宇宙生5号的页面，在版本细分这一栏，咱们就可以看到它是有多种版本的，但大体上呢就分为2种数字4开头的和数字5开头的，它代表的是整流罩的直径。4代表这枚火箭的整流罩直径为4米，5就代表这枚火箭的整流罩直径为5米。第二个数字从0到5都是可以找到的，它代表的呢就是助推器的数量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宇宙生5号火箭上面呢不仅可以带有奇怪的1枚助推，像是3枚、5枚这种罕见的奇数枚助推也是可以有的。相对来说2枚、4枚就正常多了，因为这样的助推数量呢，在我们自己的长征2357上面都经常见到，它们很容易做成对称布局，让我们从视觉上就能获得一种平衡感，相信火箭在发射的时候不会倒掉了。当然3枚、5枚其实也是可以做到在火箭周围均匀分布的，只不过宇宙生5号好像就是喜欢反其道而行，它就非要跟对称、平衡、均匀抬杠。你看它的布局是什么样的？哪怕捆绑2枚助推，它也要歪一点；4枚也是这样，3枚、5枚就更别说了。总之，全都是不对称的。这是不是就很反常识了呀？所以它究竟是怎么做到在发射的时候保持平衡的？又为什么非要坚持这种不对称的助推布局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是一个在坎巴拉太空计划里面模拟出来的挂着1枚助推器的宇宙生5号了。如果把它发射升空会怎么样呢？来看看很明显嘛，由于一边有助推，另一边没有助推，这就相当于你抬桌子的时候只抬一边的推，它自然就会朝另一边倒过去嘛。因为力的方向并没有穿过重心，于是力臂就产生了，它带来了力矩，从而把火箭给掰弯掉了。但我就是只需要装1枚助推器就能完成任务，该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改变助推器的用力方向嘛，使它对准重心，这样就不会有力臂产生，力矩也就消失了。宇宙生5号的重心大概在这个位置，比较靠下，所以只需要把助推稍微旋转一定的角度，就可以让它对准重心发力了，避免了不平衡的产生。当然，在真实的宇宙生5号上面呢，旋转的并不是助推器本身，而是助推器的喷口了。不管是 AJ-60A 还是 GM-63， 它们的喷口都向外倾斜了3度，而且斜着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宇宙生5号起飞时的路径和其头部的指向是不相同的。简单讲就是，虽然我直面前方，但是却在斜着走路。这个很容易理解嘛，因为斜着推的助推器必然会在水平方向上产生出分力，这个水平分力就会把火箭朝旁边推了。在模拟视频里面呢，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现象。另外，长时间曝光的发射架照片也可以清晰看出一条从一开始便是弧线的飞行轨迹出来了。这种令人难以琢磨的走位方式，考虑到它诞生之初就是1枚洲际弹道导弹，是在为了迷惑对手吗？好吧，也许改变助推器喷射的方式呢，在一开始的确可以减少力矩的产生，但是随着燃料的消耗，火箭的中心位置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呀。但助推喷口的角度却是固定不动的，当它不再和重心方向对齐的时候，不是一样又让力矩产生了吗？怎么破呢？宇宙生5号的解决方法是让主发动机的喷口转起来。它所安装的 RD-180 发动机的喷口是可以有最大8度的旋转角度的，这意味着火箭可以在飞行过程中不断调整主发动机的喷射方向，来抵消助推器产生的力矩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本视频一开始的画面里面看到明显斜着喷的火焰的原因了，那是 RD-180 在对抗 AJ-60A 的力矩呀。这张照片呢也拍得非常明显。好了，其实不管是把助推器的喷口便携，还是让主发动机的喷口可调，都是在浪费了推力的情况下才抵消了力矩，而且还增加了系统的复杂程度。为什么就不能在一开始的时候避免掉呢？咱不要只用1枚助推嘛，至少2枚起步，而且呢对称分布不就很简单了吗？
是的啊，换作是现在重新设计一枚新的火箭，洛克希德马丁一定也会这么安排的。但是这一枚火箭嘛，却是成型于1957年的。它在设计之初啊，真的就只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未来还要挂上助推器，把探测器给送到火星上的。既然这样，那我为什么要考虑到给你助推器留地方呢？所以你看啊，在宇宙城火箭星级的周围啊，首先是突出了一个巨大的输氧管，然后是一个装满了各种控制管线的大鼓包。这两样东西一摆，其他的东西都必须要为此让路嘛，不然的话，那你就重新设计一枚火箭呗。洛克希德马丁琢磨了一下，还是觉得解决不对称助推的问题，比重新设计一枚新的火箭在成本上来得更划算。所以啊，宇宙神5号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而且啊，要我说，这一开始设计火箭的工程师还真是不讲究啊，完全就不考虑美观嘛。哪怕是只有输氧管和缆线罩这两个凸起来的东西，也是要尽量对称一点才好看嘛。要是起初这两样东西就摆对称了，在后来加助推的时候，不是也就能对称了吗？省了多少的事儿啊！算了。这也不关咱什么事儿啊！而且要是它一开始就对称了，那也没有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好玩的东西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继续把好玩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哦。飞机已经在我们的头顶上飞了100多年了，所以关于飞行的科学，我们应当是了如指掌了，对吗？之前我对此深信不疑，并且可能对问出这样的问题会感到有些愚蠢。直到环球科学的一篇文章刷新了我的认知，原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科学家对飞机到底为什么能够飞起来，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解释。所以你能看到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奇奇怪怪的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甚至还能够上去坐几趟呢，纯粹是因为运气好咯。这样说也没有什么道理的啊，因为从严格的数学层面来讲呢，工程师们知道如何设计出能够在高空中飞行的飞机，但这样的数学公式却无法解释飞机升力产生的原因。也就是说，工具我们有了，而且很好用，但就是不知道这个工具怎么就这么好用呢？普通人对此当然没什么意见啊，只要能够坐上飞机愉快的飞不就行了吗？但科学家就很抓狂了啊！一个发生了100多年的现象居然无法解释，这不要了他们的老命吗？为此他们提出了或者说是抓出了2种不同的理论，来试图对升力的产生做出解释。为什么说是抓出来的呢？因为这2个理论，一个来自18世纪，另一个则来自更早的17世纪，而飞机是20世纪的东西啊，你说他们是不是被抓出来的呢？好了，现在呢，让我们来看看这2个经典的理论分别是什么，他们在解释升力方面分别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然后再继续了解一下科学家们在这之后又提出过哪些新的理论呢？第一个理论，也是到目前为止对升力最流行的解释，是伯努利原理了，得名于提出它的瑞士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这是他在1738年发表的流体力学中提出的原理。简单来说啊，就是流体的压力会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减小，反之亦然。把这个原理落实到飞机上，我们可以看出啊，当剖开飞机的机翼时，它的形状并不是上下对称的，而是会稍稍向上弯曲，这个呢叫做飞机的翼形。因为这种弯曲翼形的存在啊，使流经机翼上表面的空气相比起流经机翼下表面的空气速度要更快。科学家认为，按照伯努利原理呢，机翼上表面流体的速度增加会导致那儿的气压降低，于是机翼下表面更大的气压就把飞机给抬了起来了，这就是向上升力的来源了。尽管海量的实验数据都已经证实了伯努利原理的正确性，但它的缺陷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讲清楚机翼上方的高速气流究竟是怎么样产生的。毕竟工程师只需要负责设计出机翼，哪怕是碰运气正好找到了这样一个形状也没有关系啊，而科学原理则是有义务要进行解释的呀。这就有点尴尬了啊！更尴尬的是，如果真的只是由于机翼上下表面的不同形状导致的升力的话，那么当飞机反过来飞的时候，岂不升力也会反过来将飞机更快地追向地面吗？这个时候呢，特级飞行员可就不干了啊！怎么解释呢？而且也有上下对称翼形的飞机不也照样飞得好好的吗？于是啊，科学家开始尝试用第2个理论来解释了，这就是牛顿的第3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了。根据这个定律，当机翼向下推动空气，有质量的空气会产生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向上推力，也就是升力。因此，理论认为机翼是通过推动空气使飞机产生升力的。这个理论适用于任何形状的翅膀，弯曲的或是平坦的，对称的或是不对称的。同时，这个理论也适用于正常飞行或者反过来飞行的飞机。因此，牛顿第3定律对升力的解释似乎比伯努利原理要更全面，也能应对更多的情况。这不完美的解决问题了吗？不够完美啊，因为飞行中的飞机还有一个现象明显
显到让科学家无法忽视啊！而且不管是伯努利原理还是牛顿的第三定律的解释里面都没有涉及到它，它就是机翼上方谁也说不清楚是怎么样产生的低压区了。其实啊，伯努利和牛顿在这件事情上呢都显得有点无辜，毕竟他俩谁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的理论有一天还能够拿出来解释飞机啊。对于他们来说，那可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产物啊！所以神秘的低压区实际上是留给现代科学家的考试题目，而尝试解答这道题目的科学家还真的不少啊，其中甚至还包括了爱因斯坦。而且他不只提出了一个解释，还同时设计出了一种被称之为猫背翼的异形。但随后的试飞报告却很不理想，看起来理论物理比工程设计更加适合爱因斯坦啊。如今飞机设计使用考虑了真实空气特性的计算流体力学模拟来实现，已经非常先进了啊！它甚至可以让那些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的庞然大物轻松地翱翔天际。然而遗憾的是，它们本身并没有对升力做出物理的定性的解释。所以啊，飞机为什么能够飞起来呢？至今仍然没有准确的答案。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拥有更大更强的飞机，包括我们中国自己的大飞机 C919。我是火箭叔，关注。等科学家知道答案之后呢，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汹涌的海面下暗藏礁石，这里是航海人的梦魇之地，立起一座灯塔成了当务之急。可是这里离最近的陆地也有14公里，在300年前的18世纪初期，怎么可能办到？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人类与远非自己所能控制的力量抗争，最终依靠奇迹般的坚韧和毅力取得了胜利的故事。认真听完啊，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人人都喜欢灯塔，你也是其中之一的根本原因了。而且说不定啊，还能获得一个由我原创设计的灯塔模型哦。好，现在就让我们开启时光机。虽然灯塔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在非洲北海岸拔地而起的亚历山大港的法罗斯灯塔，但现代灯塔呢，还是要从18世纪初的爱迪斯通灯塔说起。首先，它是这个世界上第一座完全被大海包围着的灯塔。其次呢，它不是一座灯塔，而是4座，是在200年时间当中先后立起来的4座灯塔。最后啊，由他开创的造塔方式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后来者，所以我们只需要讲它就足够了。第一座爱迪斯通灯塔开工于1696年的夏天，由亨利·温斯坦利负责建造，所以呢，又可以叫它温斯坦利灯塔。温斯坦利是谁啊？你可以把他认为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密室逃脱的鼻祖了。生于17世纪英格兰的他呢，从小就痴迷于各种机械装置，后来直接就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一座类似密室的公共游乐园。里面布置了大量的新奇玩意儿，有恐怖的鬼影幻象，有捉弄人的椅子，有装着发条就能够自己演奏的管风琴，甚至还有你点什么就会出什么饮料的水龙头等等。于是游客蜂拥而至，把大笔大笔的钞票送到了温斯坦利的手上。同时呢，他还很精于雕刻，被国王查理2世相中，装修过自己的一座行宫，所以在皇室那边也很吃得开。于是富于进取的他呢，就继续将自己所有的利润投入到一支包含5艘商船的船队当中，准备在国际贸易上也要大干一番。但是5艘船中有2艘都先后触碰了这块爱迪斯通礁而沉没。这就让温斯坦利坐不住了，连大英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也没有这么为难过我，你区区一块石头凭什么敢这么欺负我呢？好吧，那就等着我给你盖个封印吧。于是啊，他站了出来，立志要在这块危险的礁石上建起一座灯塔。众人于是拍手叫好啊，因为他们也吃尽了苦头，早就想建个灯塔了。不过呢，再来看看这张图片啊，这是最终改造定型的温斯坦利灯塔的样子。你看下面，礁石的大小不过只比灯塔大了一小圈，而且呢还是个斜着的。这就是这片郊区唯一一处可以支撑建筑物的地方了啊！一个大约只有1半网球场面积的平坦斜坡，在这里施工不是傻子就是疯子。温斯坦利显然是后者嘛，他是这么做的啊。第1年夏天，他和工人一起，每天先花6个小时从普利茅斯划船前往这块礁石，回去呢又要再划6个小时。你算算看啊，一天24小时，他们光是划船就去掉1半了。然后根据温斯坦利自己的记载啊，由于潮汐或者天气的原因，能够在礁石上施工的时间呢短之又短，再加上它离海岸实在是太远了，很多时候都已经划到这儿了，却发现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白白费去了很多力气。最后
礁石实在是太坚硬了，而他们手上的工具呢，却只有铁镐和锤子，哪怕在这儿想要敲出一个凹痕都非常艰难啊！整个夏天过去，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就是在这块岩石上凿出了一圈共计12个石洞，并且呢，在里面插上了长铁条而已。换作现在，大概也就是1个下午的工作量吧。好了，到了第2年夏天，依靠那一圈铁条啊，他们终于在礁石上建成了一个圆柱形的石座。这些大块的石头呢，是他们费劲的从陆地上运过来的花岗岩，然后用简易的人字形起重架呢转移到工地上的。期间还发生了一段趣事。当时英国正在跟法国交战，有一天温斯坦利的灯塔工地呢，突然就被一艘法国的武装船给袭击了。他们绑架了温斯坦利，并把他作为俘虏带回了法国，献给了国王路易14。路易14一看呀，上天在眷顾我，居然把这么个天才工程师送到了我的面前，于是便开出了天价，希望温斯坦利为自己工作。但温斯坦利是缺钱的人吗？不是嘛？他坚定地回绝了这位法国国王。而路易14转念一想，既然你不能为我工作，但至少可以帮我做一波公关嘛。于是大度地下令将这位工程师送回工地，好继续他的善举，同时高傲地宣布，咱们法国虽然与英国人交战，但是却绝不与人性为敌。看这处理得多漂亮，值得咱们好好学习啊。接着来说建塔，这第2年就过去了。到了第3年啊，由于基本构架已经完工了，所以就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虽然极不舒服，但至少工人们可以吃住在工地上了，省去了每天往返的12个小时，有了更多的时间工作了。于是进度马上就上来了。再加上上层建筑呢，基本上都是木结构的，所以到了这年冬天啊，一座高达18米的8角形灯塔便耸立了起来。11月14日，温斯坦利终于点亮了灯饰中的60支油纸蜡烛，一时兴奋上了头，夸下了海口，说这座灯塔将永远立于世界艺术珍品之林。但他忘了啊，大海不喜欢浮夸的设计，只筛选那些真正的强者。尽管到了第4年，也就是1700年，温斯坦利又给这座灯塔加上了很多加固的结构，他仍然没有挺过3年后那场英格兰南部有史以来最恶劣的风暴。同时呢，被风暴抹去的还有他的缔造者温斯坦利自己了。这是一个悲剧啊，但悲剧又带来了新的悲剧。就在灯塔被毁后的第3天，一艘商船便在这片海域触礁沉没了，60多人因此而丧生。这在灯塔运行期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说明了一个问题，这里必须还要建起一座灯塔。于是第2座爱迪斯通灯塔便在1706年动工了。它在结构上有2处改动，一个是负责工程师认为就是由于浮夸的外形导致了前人被毁，所以这座灯塔的外观一定要是简洁光滑修长的。第2个改动是为了让灯塔具有更高的抗风能力，一根粗壮的橡木桅杆被立在了灯塔的中间，其余的建造过程嘛，基本就没有什么变化，依然还是那么的艰苦原始。这座灯塔屹立了大约半个世纪，挺过了无数风暴，但是却没有挺过自身的烛光。1755年，灯势失火，迅速烧光了整座灯塔的木质结构，连金属构件都受热变形了。于是再次重建的工程紧急启动。这就是第3座由约翰·史密顿负责的史密顿灯塔了。他对后来者影响巨大。史密顿天生热爱机械发明，很早就以善于发明各种仪器而闻名伦敦，比如高温计和领航仪等等。年纪轻轻就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还在这个令人敬畏的机构当中发表了关于水车和风车运行的数学原理的演讲，更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实际上，他的地位等同于同时代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法国的百科全书编著者。要是放到现在的话，应该就是跟那些科技企业大佬的总和差不多吧。所以他一上来就做了一个惊人但却是十分重要的决定，造一座100%的石塔。1756年的8月，在施工队召集完成之后呢，史密顿的灯塔正式开建了。他的方案是这样的首先在礁石附近锚定一艘较大的捕鱼船作为施工队的临时浮动营地，从而解决了每天往返陆地和礁石之间的麻烦。其次呢，在陆地上选中一处石场，在这儿将每块石头都精确地加工成带有燕尾隼的形状，随后把它们运到礁石上。到了礁石，史密顿会使用他自己所设计的一种升降设备来把这些石块呢吊到工地上，然后
后沿着设计好的环形路线，把它们相互榫接在一起，在水平方向上形成一圈不可移动的坚固整体。垂直方向上呢，则用到了从造船上引入的技术，利用大理石暗榫和大木钉来将上下2层石块结合在一起。当然这其中还少不了砂浆的粘合了。就这样，在花了3年多的时间往礁石上运了1500个石块后，这座重约1000吨的石头灯塔建成了。一如史密顿的预料，这座灯塔存在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其身下的礁石。19世纪70年代，在屹立了1个多世纪以后呢，这座灯塔的结构依然坚固，但是塔基下面的礁石却扛不住了。在经过海浪长期的侵蚀之后呢，形成了一个空洞。于是史密顿灯塔只好被迫退休了。第4座爱迪斯通灯塔被立了起来，如今依然还在那儿。这张照片中旁边那个矮一点的桩子呢，就是史密顿灯塔残留的塔基了。当然，这可不是他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东西，他留下来最重要的是建造灯塔的原则了。后来那些十分著名的石头灯塔，基本上遵循的都是跟史密顿一模一样的方法。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石块在陆地上的一个石场中备好，用船运往建塔的礁石，抵达后再用某种吊机或者绞车吊到工地上，然后将石块沿环线层层向上垒砌，围成一个底下塔基实心、上层塔身中空的石塔，其内部的空间用作储藏室和住处。在垒到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之后呢，封顶安装上金属和玻璃制成的灯饰和穹顶之后，便可以启用了。只不过随着时间的变化，建塔的工具有所升级而已。比方说，把锚定在礁石旁边的浮动营地变成了立在灯塔旁的一座铁皮工房，稍微增加了居住的舒适度，同时呢，也提供了一个可以维修工具的车间。比方说用蒸汽船来代替人力划桨，用炸药来更快的移平地基，用气动凿岩机淘汰掉铁镐，用潜水服和氧气瓶让潜水员也能够成为灯塔施工队的一员，等等等等。直到19世纪末，沉香的引入才又带来了另一场灯塔建造的革命。当然，那个就是更为现代的建造方式了。本质上呢，我们现在建到海底的桥墩和隧道也用的是相似的方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看看我以前做的这一期视频啊，在这儿我就不再赘述了。好了。讲到这儿，我们就真的知道了建设灯塔全靠毅力，是跟自然硬碰硬的死扛下来的，一点捷径都没有啊！温斯坦利灯塔建了4年，史密顿灯塔建了3年，他们还算是快的。1867年，法国人决定在阿尔芒礁上建设灯塔时，大西洋的10层威力让他们足足花了7年时间，才在这儿固定下了一个圆柱形的石基。之后又过了7年，灯塔才算竣工，前后耗费了不可思议的14年啊！所以灯塔并非印证了人类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相反，他们唤起的是人类在面对惊涛骇浪和狂风暴雨时的弱小与孤独。正是这种弱小与孤独才直中每个人的内心，让灯塔的魅力呢永不衰退。好了，故事结束，我也通过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完整的把灯塔了解了一遍，算是给自己的好奇心做了一个交代，同时还顺手做了这么一个好的模型。它的原型是1887年在英格兰西利群岛立起来的第3座碧小普礁灯塔。你看是可以点亮的哦，还可以给它换上不同颜色的灯。实际上不同颜色的灯光和不同节奏的闪烁呢，正是每个灯塔所独有的身份标志之一。它们有助于帮助水手正确的识别它们到底是离哪一座灯塔更近，所以说呢，就可以在大海上找到它们具体的位置了。把这样的模型灯塔放在书桌上非常文艺哦。送一个给你吧，点赞、转发、评论，说的最精彩的那一个，它就是你的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这是一排长征运载火箭，其中一枚呢相当与众不同那就是带一个针尖的长征 2F 了。没错，就是它在今天成功的将3名航天员送往了中国空间站。所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它可以载人，其他火箭却不能载人呢？载人火箭和不载人的火箭究竟有什么区别？它那根头顶上的尖尖又是干什么用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放眼全世界尽管能够发卫星的火箭也有很多，但是能够发射载人飞船的，伸出一只手数到第3根指头就到头了。俄罗斯的联盟号、美国的猎鹰9号和我们国家的长征 2F。为什么就这么少呢？就是因为发射载人飞船比发射卫星在技术上难太多了。总结起来呢，3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推力要足够的大。
卫星有轻有重，但是载人飞船却都是大个头，至少也是7、8吨起步的。比如神舟飞船呢，就重约8吨。要把这么重的一个东西送到距离地面200到500公里的轨道上，火箭自己必须首先是个肌肉猛男才行啊！第二个是要具备应急救生的功能。载人飞船发射时，最大的危险来自于火箭的上升段。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呢，火箭就必须要增设故障检测系统和逃逸救生系统。它们就是长征 RF 顶上那个与众不同的尖尖的由来了。我们稍后会仔细讲它。第3点是比普通火箭要高得多的可靠性、安全性和质量要求了。发射卫星的火箭可靠性要求大约为 0.9， 安全性则无特殊要求。这个 0.9 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每发射100次，最多只允许失败10次。而发射载人飞船的火箭嘛，标准就要提高很多了，可靠性要求为 0.97， 意味着每100次发射只允许有3次失败。但这3次失败当中呢，危及到航天员安全的概率又必须要小于 0.003， 这就让它的安全性要求达到了 0.997。这个指标有多高我给你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假如一枚火箭里面装着10万个零件，而这10万个零件里面只有一个出现了故障，也就是零件的可靠性高达 0.99999，超级高了吧？但是呢，火箭的系统很大一部分是串联在一起的，即便使用如此高可靠性的零件组装出来的火箭，其可靠性却只有可怜的 0.37， 每发射3枚就有1枚可能会失败，连发卫星都不敢用它嘛。实际上，单靠零件的可靠性是不足以支撑载人火箭的可靠性的，它需要的是一系列的设计准则。我们通俗点讲，在长 F 身上呢，这个准则表现为用最简单的设计，用最成熟的产品，用最彻底的测试，以及呢用最合理的冗余。整个火箭上用到了4万多个电子元器件，它们都要经过100%的严挑细选。火箭飞行的全过程呢不过600秒，但是这些产品却要求600个小时无故障工作才行，是火箭寿命的3600倍。控制系统和电气系统中采用了数十项的冗余设计，也就是增加相同零部件的备份数量，即使一个甚至多个出现故障呢，也能够有顶替它继续工作的备用件，不会影响到火箭的飞行安全。最后虽然我们看到的发射次数并不多，但是在这些年间呢，长 2F 的飞行仿真试验却进行了数万次，就是把这些环节都做到了极致，才让长 2F 成为长 2F， 成为这个世界上唯3的载人火箭之一。好了。我似乎还留了一个坑没有填就是长 2F 头上那个特有的逃逸救生系统了。其实这个东西呢，熟悉火箭的朋友不会陌生它在老早前的土星5号上就能见到了。可以称为是航天员的救生艇。一旦火箭在发射过程中出现重大故障，它就能迅速将航天员带离危险区，并为航天员安全返回地面呢提供必要的条件。长 2F 上的这套系统呢是这么工作的。来看这张图，它展示的就是整个逃逸飞行器的样子。说是个飞行器，其实是临时拼凑而成的。从3格翼的下缘开始，原本的整流罩呢会在这儿一分为2，下部继续连在火箭上，上部带着同样也是与推进舱分离了的神舟飞船的轨道舱与返回舱一起，在逃逸主发动机的帮助下呢，迅速与火箭分开。同时3格翼也降了下来，把逃逸飞行器的压力中心拉低，使它更容易受到控制。等到升空之后呢，逃逸塔上面的自控发动机便立马开始工作了，让逃逸飞行器在上升的同时偏转一定的角度，远离危险区。等飞出一定的距离后呢，分离发动机点火，把搭载着航天员的返回舱从逃逸飞行器里面分离出来，其余部分则继续飞行。返回舱按照自己的飞行路线调整到一个有利的姿态后开始下降，随后打开降落伞，安全着陆，彻底脱险。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讲的地方，长 2F 的这套系统呢，又分成低空逃逸与高空逃逸2个部分。因为逃逸塔本身也是负担嘛，一旦过了危险性较高的起飞初期呢，就可以将逃逸塔给扔掉了。于是这个部分就没有了。但万一后面又遇到问题了呢？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嘛，即便在扔掉逃逸塔后，也还是有发动机能够完成逃逸动作的。它们就是这几个高空逃逸发动机和高空分离发动机了。并且高空逃逸发动机在一开始的低空时呢，也并不是完全闲着的。如果发生危险，它是会跟逃逸塔上的主发动机一起开机的，以此提高推力，让航天员更快地离开危险。当然我希望它永远也没有用武之地。
好了，今年真的是中国航天的高光之年，让我们继续期待更多的精彩和奇迹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不管你正在使用哪一款手机来看今天这条视频，它都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比方说，屏幕来自韩国， CPU 来自美国，摄像头来自日本，电池来自中国等等。那么是谁将它们连接在了一起呢？是集装箱船。如果说互联网连接起了全世界人民的精神世界的话，那么集装箱船则连接起了全世界人民的物质世界。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承载了全球经济命脉的集装箱船。正式开始之前先解决你的一个困惑，其实也是我的困惑，那就是那些在甲板上码那么高的集装箱，为什么不会在遇到风浪的时候摇到海里面去呢？它们之间难道是扣在一起的吗？猜的没错啊，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具体是怎么操作的。首先，在甲板上有很多这样的扭锁，它正好可以插到集装箱4个角上的锁孔里面，只要手动把扳手往旁边一掰呢，集装箱就被固定住了。这是第一层的处理方法。到了第二层，在集装箱下面的锁孔内已经装好了一个自动的扭锁，当它被插到第一层集装箱上面的锁孔里面时，就会自动的锁紧了。往上每一层都是这样锁紧在一起的。但除此以外啊，对于第2、第3甚至是第4层的集装箱而言，还有另外一个加固的方法，那就是使用这样的绑扎杆了，将它们紧紧地拽到了甲板上。所以看上去这些集装箱好像只是靠自身的重量彼此压在一起的，而实际上呢，人家可比乐高积木还要卡得紧，又怎么会随随便便就被甩到海里面去了呢？如今啊，集装箱船承担了全球超过95%的货物运输，相比起来，空运只是一个毛毛雨。为什么呢？因为海运的运费实在是便宜的惊人呐！把一台 iPad 从上海运到汉堡，只需要加上5美分的运费，而即便是把一台更大也更重的液晶电视从美国运到中国，也不过只需要买一张2美元的船票而已。谁还能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价格呢？没了。但能够做成这样，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算是近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海运还都是另外一副模样。那个时候，所有的货物都是分头运输到码头，然后单独打包、单独上船、单独被挤进船舱或是堆在甲板。等到了目的地港口之后呢，再立马拆包，又一次单独的一个个运走。这个过程相当繁琐，耗时又耗钱，甚至货物停留在港口的时间都远远的超出了他们在海上运输的时间，为盗贼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终于有个人站出来了。1956年，美国卡车运输业老司机马尔科姆·麦克兰提，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货物先一起打包装在箱子里面，到了码头直接上船，下了船连箱子带货一起运到最终收货人那儿再拆开呢？这个好像可以有啊。于是第一艘装上了58个麦克兰铁盒子的改装运输船就这样起航了，从新泽西到休斯敦跑了一趟，直接把运费从原来的每吨将近6美元减少到了16分钱的水平，这就不得了了啊！估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人眼圈都湿润了，就像我第一次在网上买个10块钱的东西，卖家还给包邮一样。于是啊，整个行业也因此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它不仅节约了每个人的钱包，也让整个运输时间大大缩短。因为这样的箱子可以从码头上卸下后，直接就装在卡车或者货运列车的平板上拉走。紧随其后的就是进一步的标准化了。1968年，最早的现代集装箱船之一，能够装载752个20英尺集装箱的日本箱根丸号下水，同时也将现代集装箱的标准确立了下来。这个尺寸为20英尺长、8英尺宽、8.5英尺高，也就是长6米、宽2.4米、高2.5米的铁皮盒子，从此成为了一个国际单位，叫做 TEU， 就是20英尺等价单元的英文首字母组合。很快啊，所有人就意识到，我要是一次能拉更多的箱子，成本自然就会变得更低啊。所以集装箱船也就变得越来越大，吞下的 TEU 也越来越多，海上巨无霸之路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前一个老大东方海运香港已经能装下21000 TEU 了，但还是没能等到把铁王座做热乎，就被继任者 HMM 阿尔赫西拉斯赶了下来。这个怪物可以吞下24000个 TEU， 长度直逼400米，甲板上可以容下4个标准足球场。对了，集装箱船有甲板吗？当然没有啊，否则岂不太浪费那些凹在下面的空间了吗？实际上呢，集装箱船上面能够码集装箱的空间从甲板的高度一路往下延伸了数十米，几乎就是从船底开始的。这里被导向槽分割成了很多并排的竖井，每一个竖井里都可以堆上10几层的箱子，等堆到甲板高度的时候，上面再盖上一个舱口盖，就全当是个甲板了，然后就又可以在上面码起更多的箱子了。在高度智能化装
装载设备的帮助下，集装箱提起和放下的顺序被有序的组织在了一起，从而让集装箱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行驶在海面上，而不是等待在码头上，也能够将最精确的时间表提供给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生产商们，让他们的生产节奏正好匹配货运的节奏，大大减少了库存的产生。所有的这一切综合在一起，才让世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我是火箭叔，关注我，下期会更精彩。本次进入太空的3名航天员在为期3个月的飞行阶段呢，还会进行2次出舱活动，所以就必须要穿上这种十分厚重的舱外宇航服了。那么在穿这套衣服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它是只需要这么往身上一套就能出舱了吗？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尽管科幻电影《地心引力》告诉我们，这套厉害的舱外服只要一穿就能立马出舱，一脱就能立马一种是让宇航服变得硬一点，靠材料本身的强度来抵抗压力差；另一个是减少压力差的来源，也就是降低宇航服内的气压了。2种解决思路呢都有亮点，但也都有缺点，我们分别来看看。如果把宇航服做得足够厚实，就像是潜艇的压力外壳一样，是啊，哪怕里面是一个完整的大气压，它也肯定是膨胀不起来的。但这样的话就一定会增加宇航服的重量，限制宇航服的灵活性啊。它们一个是对火箭的运力不太友好，另一个是对航天员的活动不太友好。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呢，火箭能够送上天的重量本身就小得可怜啊，在紧紧巴巴的情况下，当然是能把东西做轻一点就尽量要轻一点嘛。后来呢，随着火箭运力提升呢，好像重一点也没有太大关系了，那就集中力量来攻克灵活性吧。为此，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NASA 的确进行过一次专门的尝试，那就是开发一个由很多硬质的球形关节组成的，看起来像极了米其林的宇航服了。它叫做 AX-5， 待在里面的航天员呢，可以享受到跟舱内完全一致的大气压，而坚硬的盔甲呢，又不会让它在走出舱外后膨胀起来。球形关节做过模型的朋友都知道灵活性是得到了很大的保障的，所以它真的是可以让航天员套完之后呢，就立马出舱。不过可惜的是，这套舱外服最终由于经费的问题被迫下马了。这就是第一种思路，没有结果。那我们再来看第2种思路降压。如果把舱外服里面的气压降低，膨胀问题不是也能得到一定的缓解了吗？但是降压又会带来另外2个新的问题，一个是会让航天员出现类似高原反应的症状，爬山的时候高反就已经够危险了，更何况是在太空里面呢？为此，只能给航天员吸纯氧才能解决。这个好办让舱外服里面的呼吸系统直接提供纯氧就可以了嘛。那么第2个呢，就要麻烦一些了你有没有听说过减压病？它是一种由于被血液过多溶解的氮气得不到及时排放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疾病，常常发生在潜水员身上。我们的血液里面呢，不仅会溶氧、溶二氧化碳，还会融入空气中含量最高的氮气，而融进去多少呢，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外部压力环境了。外部压力越高我们肺里面的气压也就越高，让越多的空气融到了血液里面，其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很容易就被吸收分解掉了，但是氮气却累积下来了。如果压力环境缓慢改变的话，这些积累起来的氮气呢，也会缓慢释放，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伤害。但是一旦外界压力发生巨变，氮气的释放就无法完成，它们因此在血管里面形成大量的气泡，轻则带来疼痛，重则造成血栓，最后呢，甚至会撕裂心脏，所以非常非常危险。潜水员在上浮的时候会从高压环境回到正常压力环境，因此需要慢慢来，好让血液里面的氮气无害的释放出来。同理航天员在穿上低压的舱外服时，也是从一个相对的高压环境里面过来的。如果不慢慢减压的话，自然也会患上减压病的。他岂不穿衣服这个动作必须要维持很长时间才行吗？好像也不太现实所以目前的舱外服是这样解决的，把2种思路结合折中一下，在能够硬的地方呢，尽量硬一点，同时也不要把里面的气压搞得那么低嘛，稍微比标准大气压低一些，但依然处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大约是1/3到1半之间，这样呢就减少了排氮所需要的时间了。另外，航天员当然也不用傻乎乎的用慢动作来穿舱外服了，只要在穿它之前先吸一段时间的纯氧就好了。
在之前的航天飞机上呢，他们是这么吸的，有点提前受罪的感觉啊。而到了国际空间站上，他们就只需要在独立的气闸舱里面睡上一觉，便能够完成吸氧排氮的过程了。但总归就是不能衣服一换立马出舱。好了，这是现状，的确跟电影是不一样的。不过未来随着空间探索的日益频繁，尤其是登陆火星这种更加凶险的环境迅速出舱一定会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谁能够最先交出答卷吧。我是火箭叔，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高能辐射会让你神志不清、大脑短路，但对于一台电脑而言，有必要担心这样的辐射吗？有的，在高能粒子的轰击下，微处理器会冒出各种各样的毛病，比方说氧化成电荷陷阱、漏电流增加、双极晶体管的增益衰减、电路节点的逻辑状态翻转等等。完全听不懂是吧？我也差不多。不过呢，这无关紧要，你只需要记住，原来终结者的大脑也跟我们一样怕辐射。于是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宇宙中充满了高能辐射，我们是如何做到放心的让一架靠电脑自动驾驶的火箭将卫星、空间站，甚至我们自己送到太空的呢？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看看航天级的 CPU 究竟跟你用来上网课的 CPU 有什么样的区别。另外呢，特别值得一说的是SpaceX 又是怎么另辟蹊径的？为了帮助你理解刚才那些拗口的术语背后可能会引起怎样的严重灾难，我来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电脑里面是用二进制来工作的，所有的数据在它面前都是以01001来呈现的。当高能粒子击中 CPU 之后呢，可能会造成的一种情况就是电路节点的逻辑状态翻转。把它说简单一点就是原来某个位置上可能明明是1，但装完之后就变成0了，原本的状态也就因此而翻转了。这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呢？如果我们让 CPU 来做一道10+10的简单加法的话，写成二进制就是1010加1010等于10100。答案不偏不倚，就是10进制的20。但我们假设这个时候突然一个阿尔法粒子蹦出来，把其中一个加数中的0撞成了1，于是我们得到的结果就变成了11000，等于10进制的24了。10+10等于24，估计你拿给幼儿园的孩子看，他都会在上面画一个大大的叉叉。把这种结果输入到火箭的飞空系统里面，你就等着它放烟花给你看吧。1996年阿利亚纳5号火箭首飞时，就是因为软件系统错误的将一个64位的数字放进了一个16位的地址里面，从而导致原本的数字被裁成了几节，并变成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数值。于是火箭认为自己飞错了方向，突然改变姿态，想要重新调整过来，但由于空气应力过大，直接就炸开了花。所以看起来航天 CPU 怎么保护都不为过那是不是只要在普通的 CPU 外面加上厚厚的铅板就可以了呢？没那么简单，它们完全就是两个世界里面的东西。应用在航天芯片上面的技术呢，叫做抗辐射加固技术。它说起来相当复杂，需要从材料设计、系统设计、结构设计、电路设计、器件设计、封装设计、软件设计等多方面入手来进行。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展开来说了，就说说现在最先进的抗辐射加固芯片是什么样的，然后再看看我们国家自己的产品到了哪个阶段吧。实际上当你早就用上了4核甚至是8核的 CPU 之后呢，人类发射上天的最先进的卫星和探测器上依然还停留在使用单核的年代。当然据说多核也出现了但估计是太新，还很难查到数据。比如说好奇号火星探测车上面的大脑呢，就是一颗每秒只能运行 2.6亿次指令集的 RAD750 CPU 了，它堪称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抗辐射加固 CPU 了。每秒钟运行 2.6亿次指令集，换成术语说就是260 Mbps， 听起来好像快得不像话。但你知道吗？1996年发布的英特尔高能奔腾处理器的运算速度就已经能够碾压它了，而且它其实也没有比更古董的486快上多少。或许在座的你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刚才说的这2款 CPU， 虽然速度菜到只能够玩扫雷，但价格却高到能在一线城市买套房。这种巨大的反差恰恰是工程师们为了换取安全性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好在通常现在的火箭和卫星也没有太多花哨的操作，只要忠实的把工程师写进去的代码执行好就可以了，好歹也是够用的。但你知道这种美国最先进的航天芯片可是并不会卖给我们的呀，它能够提供的是速度最多只有之前那个1/3多一点的艾特梅尔 AT697， 价格也要好几上百万一片。那我们怎么办？
自己研发呗。早期我们会仿造一些国外的先进芯片，用在遥感和气象卫星上。慢慢的，我们会基于开源代码来修改设计自己的芯片，然后把它装到玉兔上，性能跟欧洲的产品已经不相上下。现在我们自主设计的宇航级 CPU， 比如龙芯 1E 和 1F， 运算速度已经比较接近装到好奇号上的那片了，但价格却只要几万块。未来我们势必还会在这条路上获得不断的突破，目标直指打破西方的垄断。好了，以上就是航天级芯片的抗辐射设计了，但只有这条路吗？我一开始就说了啊 ，SpaceX 显然就没有走这条路嘛，是因为这样加固后的芯片太贵，超出了 Elon Musk 的成本预算，还是他嫌这么慢的 CPU 无法带动龙飞船上的触摸屏呢？大概都有吧。总之呢，它使用的是普通的民用 CPU， 然后靠算法和架构取胜。我们之前讲过，冗余设计的思路是怎么贯穿 SpaceX 的火箭和飞船的，比如那些多出来为了预防万一的引擎。同样，在处理器的设置上 ，SpaceX 使用的也是冗余设计。针对每一个系统，工程师都用到了3颗多核 CPU， 但每颗 CPU 的每个核心同时只做一个运算，然后将运算结果拿出来比对，如果一致则向下执行，如果某一个因为可能是辐射的原因而与其他几个的结果不同的话，那么这颗 CPU 会立刻重启，然后再做一次运算，直到交叉验证结果完全一致，再往下走。最牛的是，哪怕3个 CPU 都遭到了辐射的袭击 ，SpaceX 的系统都还是可以把它给纠正过来，难怪人家敢玩火箭垂直回收啊！便宜的 CPU 就意味着工程师敢大把的把它们往火箭里面放。猎鹰9号每台发动机配了3颗 CPU，9台就是27颗，再加上飞行控制的3颗，一共是30颗 CPU 在里面。龙飞船呢，飞控系统有3颗 CPU， 其余18个系统又是每人分得3颗，加起来就一共达到了54颗 CPU 的水平。如今的载人龙飞船只会更多，所以你看，得亏埃隆·马斯克没有掏钱去买抗辐射的加固 CPU 啊，否则他怎么炸得起那么多火箭呢？当然 ，SpaceX 用的这个方法呢，也并不是非主流，它其实叫做耐辐射设计 ，NASA 自己也在用。好处除了更便宜以外呢，也能更方便的找到为火箭写代码的优秀程序员，毕竟会 C++ 的高手还是很多的嘛。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想到我那3年前配的电脑都要比月球车上的快，我的钱包无比踏实。我是火箭叔，关注我，下期更精彩。来看这张照片，是一副履带对吧？坦克履带、装甲车履带、工程车履带，都不是，它是飞机履带。B36和平缔造者轰炸机起落架上的履带，为什么它要用履带来做起落架呢？这张照片呢，说明了一切啊。右边的是 B36， 左边呢看起来只有它一只翅膀那么长的是大名鼎鼎的 B29空中堡垒，在长崎和广岛投下了原子弹的那架飞机。平时它单独看起来是这样的，够大了吧？但是在 B36 旁边一站呢，俨然就成了一个小矮人，可见 B36 有多大了。大就意味着重，重就意味着对跑道十分的不友好。那怎么才能缓和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呢？履带就是一个不错的点子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架装着履带的奇葩飞机。1946年的8月8，比如它是历史上投入批量生产的最为大型的活塞式引擎飞机，其翼展达到了70米，为军机之最啊。其实一开始呢 ，B36 上只有那6台活塞式发动机的，但由于真的是太大太重了，哪怕这6台发动机已经可以提供高达18000匹的马力了，还是只能带着 B36慢悠悠的飞。更关键的是啊，由于起飞速度太慢，它必须要滑上很远的距离才能够离开地面，这怎么行呢？所以才在后来迫于无奈，它对机场跑道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在 B36 的原型机上，起落架上的轮子是这样的，只有一个体积巨大的轮子。体积大呢，是为了减小对于地面的压强，因为 B36 光是空重就已经有接近76吨了，最大起飞重量更是来到了186吨，这么大的重量只集中在3点，所以很明显啊，轮子还是不够大呀。第一个改造方案是 1.42 米了，并且由于多了很多个触地点，让飞机对于地面的压强也相应的减少了。你以为这就让战略空军司令部满意了吗？哪儿呀，甲方的要求总是没完没了的。既然现在都可以在不那么厚的混凝土上起飞了，那咱能不能再进一步，在更简陋的场地上也能起降呢？比方说草坪上。
固特异的工程师站出来表示只要钱给够，你想降哪儿我都能给你搞出来于是就有了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履带式起落架了。1950年安装了特殊设计的带有 V 型导向槽皮带的履带式起落架后，测试机 YB36A 呢对地面的压强就只有393千帕了，是之前4轮起落架的1/3。可能这个数字对大家没有什么概念，但是直观的结果就是这架最大的轰炸机呢真的就可以稳稳的在草坪上起跑和降落了，了不起了不起！但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期待着它的量产与服役了呢？很可惜这事儿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因为经过验证它除了能够让飞机降在草坪上，别的就一无是处了。高速滑跑时会惊声尖叫，收起来时会挤压舱内的空间，重量达到了轮式的3倍，而最不能接受的还是跟起飞效率有关。我好不容易加了4台发动机才缩短了起飞距离，但是你履带又用大得多的摩擦力把距离给我涨回来了，这不是在给自己打脸吗？我即使是再有钱有闲呢，也不带这么玩的呀。于是美军就这么凭一己之力向世人证明了，履带式的起落架你们就别玩了，我已经试过了，没戏。是不是有点草率呢？虽然你可能以为 B36 上是唯一一次的尝试，但其实只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尝试而已。在很多其他的飞机上，甚至是在 C130 大力神上都曾经尝试或者考虑过履带式起落架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沿着我国的海岸线，一支神秘的队伍正在崛起，他们就是离岸风力电站。把这些大风扇建到海里面去呢，是有很多好处的。一是这里有着比陆地上面积大得多的空旷区域，自由发挥的空间相当可观；二是这里离人口密集、能源消耗旺盛、经济规模巨大的沿海工业城市更近，可以在不需要铺设很长的电缆的同时赚到更多的钱。三是这里没有山峦，没有建筑，没有树木的阻挡，所以风速会更加强劲、更加均匀，为电站带来更大的发电效率。好处的确是不少，但是要把这些高上百米、看起来还有一些头重脚轻的大风扇搬到海里面去，该怎么做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清楚这个问题。常识告诉我们，想要让一样东西在地面上长得越高呢，它向下扎的根也必须要越深才行。所以解决方案就是打桩咯。陆地上可以打桩，谁说水下就不能打桩呢？我之前做过一期讲桥墩是怎么在水里面造出来的视频，里面就涉及到了水下打桩的问题。感兴趣的话，可以一会儿移步过去哦。当然现在还是暂时留在这儿，我们继续讲完。支撑起海面上看得见的风电机组塔身、风机和叶片的是埋在水里面我们看不见的基础部分了。它大概有以下4种基本形式：重力基础、单桩基础、导管架基础和漂浮式基础。所谓重力基础主要就是靠体积庞大的混凝土块的巨大重力来把风机牢牢地压在海底，而单桩基础则是利用打桩、钻孔、浇灌的方式，将单根桩机安装到海底泥层或者是岩层以下一定的深度，再将风机塔身固定其上立起来的。导管架基础就更加复杂了一些需要首先打桩，然后把导管架固定在桩机上，接着才能把风机的塔身安装到调平后的导管架上。成本显然比前两者都要高一些，但换来的是更为坚固、更加多用的优势。而且适用的水深范围也要更大一些，基本上只要是水深不超过60米都是可以安装的。而单桩基础只能建在水深小于30米的地方，重力基础就更浅了。而且你看它的样子就知道它对海底平整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难伺候啊。好了，前3种不管哪个更好，总之都是有落脚点的，至少给人一种很踏实的感觉。但第4种，你听它的名字漂浮式基础，也就意味着这种风机是处在一个漂浮在海面上的平台上面的。这个真的靠谱吗？当风浪来袭的时候，就真的不会把那根高出水面上百米，还带着巨大迎风面的风力电机给刮翻吗？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2017年，世界上第一个商用的漂浮式电站 HighWind 在苏格兰东北海岸投入使用，其伸出海面的塔身高度达到了101米，风扇桨叶的直径更是足足有154米。一根叶片就长过了一架波音747了。这么高这么大，它就不怕风浪吗？不怕。其实从2009年开始，它的前身高65米、直径80米的 HighWind 的样机就持续在挪威海岸安全运行了数年，并且在服役期间还经受住了每秒速度达44米的台风袭击，以及高19米的巨浪的冲击。
它何以能这么优秀呢？别看它伸出海面65米很了不起的样子，其实藏在水下的浮台部分却足足有100米，其中装着岩石和水作为压舱物，光是这部分就重达几千吨啊！加上它采用的是单柱式平台设计，水线面很小，所以运动性能好，极限海况适应能力好，无条件稳定性也很好，难怪怎么也不倒了。而到了实际投产的100米高的 High Wind 风电机身上时，浮台的设计明显更加优化了，变粗变短了不少，纵然体型大了一圈，但成本却反而下降了60%到70%，看起来很妙啊！其实不光是这种单柱式风机漂浮平台很成熟，另一种叫做半潜伏式风机平台的设计也非常的成熟，完全就具备了投入实际使用的条件。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其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漂浮式海上风力电站的设计吧。葡萄牙的 Windflow 是世界上第2座全尺寸的浮式风机样机，采用的是半潜伏式设计，风机不对称的放在了3个立柱的其中一个之上，每个立柱都可以单独的调整压载重量，所以就能在平台发生较大倾斜的时候自动调整平衡。法国的 Idol 大概是这么念的吧，它的漂浮风机设计长得也是比较奇怪的，其漂浮式基础是一个由混凝土浇筑而成的4边形中间镂空结构，这个镂空的结构可以在平台中央围出一个类似于跃池的水体，使得整体的水线面面积较小的同时还能起到阻尼的作用，从而在不需要人为干预的情况下改善整体的运动性能，也是妙到不行啊！还有瑞典公司 Hesken 设计的半潜伏式多风机平台，跟 Windflow 只是用3角形的一个角不同，它是用了2个角，于是一个漂浮平台上就能装上2台风机，剩下没装风机的那个角也没有浪费着，在那个立柱下面是一个转塔，可以根据风向来转动浮台，以保证上面2台风机始终都是迎着风的，以避免它们受到彼此的尾流影响。你看，1份占地2份收入，哪怕海洋再大，我们开发它时还是要本着集约化的精神嘛，做得不错哦。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漂浮式的海上风机设计，但原理也都差不多，我们就不再一一细说了。最后大家可能有些好奇既然我国正在大力建设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风力电站，那我们的漂浮式风机又长什么样子呢？其实中国的海域最大的特点是大陆架绵延距离长，近岸水深变化小，漂浮式风机在这样的条件下优势并不明显。按照一般的理解水深60米以上的海域，漂浮式风机就具有优势了。而我国周边海域如果想要达到60米的水深，离岸距离会比较可观，增加了电力回输的投资和成本，也不利于运维，所以短期内我们还都会采用我在前面说的站在海床上的风力电机样式了。只不过呢，浮式电机最大的特点是可以通过优化浮式基础，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降低建造安装环节的费用。采用浮式风机方案，完全可以做到整体安装、整体拖航，不用装锚。在机组越做越大、近岸资源越来越少的大趋势下，逐渐成熟的浮式风机无疑将是海上风电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大家不要着急既然我国的目标是要在2050年时实现全国总能源的1半来自可再生能源，未来很多精彩的故事都会在这里上演。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